2016年的一天，南海方向战云密布，大量的美国军舰开始朝着中国领海步步紧逼，而他们的对面则是严阵以待的中国海军部队。此时，双方的武器全部都进入了准备状态，似乎中美之间的军事冲突只在一念之间。万幸的是，这场冲突最终并没有发生。美国军队面对视死如归的解放军官兵，最终还是选择了退缩。2016年的这场南海对峙，成为了冷战之后中美博弈走向摊牌时刻的一个标志。多年以来，许多人始终无法理解美国的政治思路，为什么中国明明采取的是和平发展的策略，但美国却要不惜一切地打压中国呢？有英国专家在看了双方的实力对比之后做出分析称，因为在美国和许多西方国家眼里，中国的发展本身就有2条原罪。在近些年来的各种新闻当中我们会发现，当西方国家在科技或贸易领域取得成就时，那些被他们所操控的媒体往往会发出一片叫好之声。但如果中国的企业或学者取得了成功，那些西方媒体往往就会展露出质疑的态度。在事实无可置疑的时候，他们宁愿选择默不作声，也不愿意肯定中国的成就。比如在2018年，华为公司即将推出 5G 技术产品之际，美国居然公然指使自己的盟友国家加拿大在机场扣留了华为公司的 CFO 孟晚舟。在事情发生之后，全世界都被美国和加拿大的无耻给震惊了。虽然美国和加拿大在事后拿出了所谓孟晚舟涉嫌银行欺诈的指控，但所有人都知道，这只是他们试图打压中国科技的一种说辞。因为从2G 技术到4G 技术的时代，都是美国科技企业独占鳌头的时代，但中国公司却率先发展出了 5G 技术，打破了美国企业在这一领域的技术垄断。对于这样的情况，美国当然要想尽一切办法消除掉来自中国的威胁。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甚至不惜在全世界的面前公开耍流氓。而华为的遭遇绝不仅仅是孤立。就在前不久，美国众议院通过了针对来自中国的社交软件平台 TikTok 的限制性提案。根据这份提案当中的规定，如果 TikTok 的母公司字节跳动不在规定的期限之内将有关 TikTok 的业务打包出售给同行的美国公司，美国就会在全国范围内封禁这一社交平台。对于美国的这一霸道行径，就连他们本国的很多网友也看不下去了。许多人实在是不明白，为什么美国的社交软件和媒体平台可以在全世界的范围内使用，而美国却坚决不愿意让中国的社交媒体平台在美国参与市场竞争。为了表达对美国国会通过相关提案的抗议情绪，在提案正式表决之前，不少美国的 TikTok 用户直接打爆了美国国会众议院的电话，要求他们务必以公平的态度来对待中国公司。Let me share my information with China if I want to. I literally could care less. 但这些努力在美国的政府巨大的黑手面前依旧是徒劳的。很快，针对 TikTok 的提案就获得了通过，这再一次点燃了中美两国在科技领域对抗的火焰。除了科技领域之外，美国多年以来也一直在军事、经济，甚至是文化等多个领域对中国展开围堵和打压。即使中国一再表示我们根本无心与美国展开竞争，我们也从来没有将美国视作我们的敌人，但美国依旧不遗余力地打压中国。有时看起来甚至就像是发了疯一般。有英国学者在看完了美国的一系列疯狂举动之后，给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结论：美国之所以要不遗余力地打压中国，是因为中国在美国的眼中犯下了2条原罪。自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各国就迎来了长达数百年的黄金时代。美国虽然在西方国家当中算是后起之秀，但美国的文明本身也属于盎格鲁撒克逊文明体系。在此后的许多年里，无论是英国成为世界霸主，还是美国赢得冷战，归根结底都是西方文明的全面胜利，其所建立起来的规则和体系自然也是偏向于西方各国的。在2战胜利之后，美国就建立起了以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为支柱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即便到了今天，这套体系依然对世界经济局势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在政治方面，美国不断拉起像 G7 集团、奥库斯联盟这样的小圈子组织，试图继续用西方人的角度来划分这个世界的利益点。但中国的崛起却让其他的国家看到了一丝不一样的希望，因为中国在崛起之后并没有选择加入美国的小圈子，而是选择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展开合作。一带一路倡议和金砖国家体系如今已经汇集到了越来越多的国家，这些新的体系也正在逐步打破当年由美国人一手构建起来的旧秩序。尽管中国再三说明，我们构建起这些新型的国际倡议和国际组织，是想为世界上存在的旧问题提供一种新的解决方案。我们并不想与美国以及其所领导的国际组织起冲突，但美国及其盟友国家还是将中国当成了眼中钉、肉中刺。中国今天所做的一切，只是想让全世界的发展中国家在分利益的时候能够拿到属于自己的那份蛋糕，但在美国看来，中国的这一举动无异于是在虎口夺食。
所以，即便中国展现出了和平的态度，美国也必须要将中国和中国积极参与的国际组织扼杀在摇篮当中，因为我们的主张会彻底终结以西方为中心的旧世界。然而，随着美国自身实力的不断衰落，美国想要再像过去一样维持那套所谓的秩序，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了。为了继续围堵中国，美国不得不拉起更多的盟友国家来助阵，甚至在中国周边培养众多的代理人。因此我们经常看到中国周边的菲律宾、日本、韩国等国会配合美国做出一些反华动作。除了中国的发展给美国一手缔造的旧国际秩序带来的挑战之外，中国在美国眼里的第二重原罪，则来自于西方世界对于共产主义信仰深深的恐惧。我国是一个标准的社会主义国家，而美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纵使冷战阴云已经从全世界的上空散去，但不少人依然在用冷战时期的思维看待这个世界。和冷战时期的美苏对抗一样，今天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地缘政治博弈也有着意识形态的因素。不过，相较于苏联与美国展开的全面对抗，中国则是用非常巧妙的方法化解了美国多年以来构建的霸权话语体系，让全世界看到了美国人龌龊的真实面孔。尽管今天我们已经不再强调中美两国在意识形态上的对立，但在美国政坛中的不少人看来，中美两国在意识形态上的对立是天然形成的，也是不可调和的。不管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美国都绝无可能与中国这样一个信仰共产主义的国家实现完全和解的目标。他们始终生活在对共产主义理想深深的恐惧当中。在这一点上，中国显然要比美国清醒得多。我们曾经多次正告美国方面要适时放弃冷战思维和霸权主义的思想，用崭新的眼光来看待如今的这个世界。但对于一个靠着资本主义起家又靠着霸权主义制霸全球国家来说，中国所发出的这些呼吁注定是他们所无法理解的。因此，他们必然会在错误的道路上一路狂奔，直至疯狂。虽然当下中美之间的矛盾总体是可控的，但面对未来越来越疯狂的美国，我们也必须做好迎接惊涛骇浪的准备。中国的发展不会给任何国家带来威胁和挑战，中国也并没有主动将任何国家当成敌人。但如果外界的威胁始终像潮水一样向中国不断涌来，当外界的种种攻击已经让我们根本无法躲避，我们也必然会奉陪到底。